走在台北街头，你会发现现在不管是20几岁的年轻上班族，还是已经退休的银发族，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往往不是什么大病，而是每天早上梳头时看着镜子里又多出来的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地上怎么扫也扫不完的落发。根据相关单位的最新调查，全台有超过600万人正面临着白发或掉发的困扰，特别是在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里，竟然有接近35%的人有这个烦恼。也就是说，每3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在为头发问题感到焦虑。每当遇到这种状况，大家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养生食材绝对就是黑芝麻。从阿嬷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吃黑补黑，到如今我们在超商或药妆店随处可见的黑芝麻糊、黑芝麻丸，还有各种主打黑五类的饮品，黑芝麻似乎已经成了台湾人心目中无可替代的养生神物。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关于黑芝麻的疑问和负面评价也从来没有断过？有人说每天吃一勺，3个月就能让白头发变黑，也有人抱怨说自己吃了一大堆黑芝麻，头发没变黑，体重反而直线上升。甚至还有人花了大笔银子去买宣称9蒸9晒的黑芝麻丸，结果吃了大半年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只能无奈地觉得自己交了智商税。到底黑芝麻是真的有神奇功效，还是一场精美的商业包装？如果我们连续吃黑芝麻30天、90天，甚至是一整年，我们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样具体的改变？哪些人体质特殊？其实连1粒黑芝麻都碰不得。今天我们就把黑芝麻的所有好处、禁忌、正确吃法，还有那些让人深陷其中的误区，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一次跟你讲清楚。希望你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再也不会吃错黑芝麻。在谈它的功效之前，我们必须先来看看黑芝麻的营养真相。因为很多人其实一直都小看了这颗黑色的小籽。在现代营养学的眼里，黑芝麻并不是什么普通的杂粮谷物，它更像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营养宝库。在这一颗小小的黑芝麻里，含有多达20种以上对我们身体非常有益的营养成分。我们先来拆解一下每100公克黑芝麻里的营养密码。每100公克的黑芝麻里面就含有大约46公克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最重要的奥米加3与奥米加6的比例非常接近健康学上的黄金比例。同时它还含有大约19公克的优质蛋白质，这个比例甚至比我们平时吃的鸡蛋和牛奶还要高。如果你容易有排便不顺的困扰，黑芝麻里大约14公克的膳食纤维，相当于5根香蕉的纤维量，能提供很好的帮助。更让人惊奇的是它的钙质含量，每100公克黑芝麻的钙质高达780毫克，这个数字几乎是同等重量牛奶的8倍。它的铁质含量有22.7毫克，是猪肝的2倍以上。另外还含有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的锌，含量大约有6.1毫克。还有在坚果类里面数一数二的维他命 E， 每100公克就含有超过50毫克。最关键的是，黑芝麻里含有大约 0.5% 到 1% 的芝麻素，这是黑芝麻专属的活性成分，也是其他谷物很难比拟的。很多人在逛市场的时候会问，白芝麻和黑芝麻到底差在哪里？不都是芝麻吗？其实它们的营养差异比你想象的还要大很多。从现代营养科学的数据来看，黑芝麻的各项指标几乎是全面超越白芝麻。黑芝麻的钙质是白芝麻的 1.5 倍，铁质是2倍，维他命 E 是3倍，而最核心的抗氧化成分芝麻素，黑芝麻的含量更是白芝麻的6倍以上。如果从中医的经典理论来看，黑芝麻性平胃甘，能够入我们的肝肾还有大肠经，
在古籍《神农本草经》里就早早把黑芝麻列为上品，认为它可以补五脏、益气力、长肌肉、填脑髓。如果长期服用，还能让人感觉身体轻盈。中医非常讲究五色入五脏的道理，黑色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肾脏，而肾脏主导着我们的骨骼与髓质，它的健康状况会直接呈现在我们的头发上。所以自古以来，黑芝麻就被当成补肾乌发的圣品，这一点也刚好和现代医学的研究不谋合。在这里，我们先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很多人以为黑芝麻之所以是黑色的，是因为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就像蓝莓或者紫甘蓝那样。但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黑芝麻外皮的黑色主要是来自于植物多酚类物质与类黑素，这些成分同样拥有很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花青素通常是水溶性的，一碰到水就会溶解出来，而黑芝麻的黑色成分大部分是脂溶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把黑芝麻拿去煮水，水不会立刻变成像蓝莓那样的深紫色。了解了黑芝麻的营养底细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如果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坚持吃适量的黑芝麻，你的身体在30天、90天之后，到底会发生哪些改变？第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你的发质和皮肤会开始变年轻，这也是大部分人最期待的效果。根据皮肤科相关研究指出，如果每天食用大约20公克的黑芝麻，在坚持6个月之后，有超过70%的人表示自己的掉发量明显减少了，有超过60%的人觉得头发变得比以前更有光泽，还有将近60%的人发现新长出来的头发变得更加强韧。为什么黑芝麻在保护毛囊这件事上这么有用？这主要是因为黑芝麻里的芝麻素和维他命 E 能够发挥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帮我们的毛囊筑起一道保护伞，减少自由基对毛囊细胞的伤害，从而延缓毛囊的衰老。同时，这些成分还能有效促进头皮底下的微循环，让血液能够顺利把营养送到每一个毛囊的根部。再来就是黑芝麻里含有丰富的酪氨酸，这是我们身体合成黑色素所必需的原料，加上里面含有的铜、锌等微量元素，能够像催化剂一样激活酪氨酸酶，帮助毛囊更顺利地生产黑色素。不只是头发，你的皮肤也会跟着受惠。当维他命 E 和不饱和脂肪酸开始在体内发挥润泽作用时，你会发现皮肤干燥粗糙的情况有所改善，摸起来会比以前更加细腻。第二个令人惊喜的改变是黑芝麻能成为你心血管健康的守护者。在台湾，心血管相关问题一直高居10大死因的前几名，每年影响着无数的家庭。而黑芝麻就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天然心血管护甲。有医学研究针对高血压患者进行了观察，在每天食用15公克黑芝麻，连续坚持8个星期之后，这些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种调整效果对于日常保养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黑芝麻能够保护血管，首先得益于它所含有的亚油酸和亚麻酸等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好油可以帮助清理我们血管里的坏胆固醇，增加好胆固醇，防止血管壁慢慢变硬。其次，芝麻素可以协助调节血压，减轻血管壁的慢性发炎反应，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再加上黑芝麻里的钾元素含量很高，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排出多余的钠，调节体内的水分与电解质平衡，从而减轻血管的压力。如果你的家族里有高血压或高血脂的遗传背景，每天吃一点黑芝麻是一种非常温和且实用的居家保养方式。第三个改变是你的骨骼会变得更加强韧。我们常常觉得补钙就是要多喝牛奶，但是很多华人其实有乳糖不耐症，一喝牛奶就容易肚子不舒服。
这时候黑芝麻就是你极佳的补钙替代方案。虽然黑芝麻里的植物钙吸收率没有牛奶那么高，但是因为它的钙含量基数非常庞大，一勺黑芝麻的钙含量依然能给我们提供很棒的补充。再加上黑芝麻里不仅有钙，还同时含有磷、镁以及协助钙质吸收的其他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维持骨质密度不可或缺的功臣。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过了更年期的女性，骨质流失的速度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快。每天适量摄取黑芝麻，能帮你在无形中锁住骨质，预防那些因为跌倒而引起的严重骨折伤害。第4个改变是你的肠道会变得非常听话，让你远离排便不顺的困扰。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在办公室一坐就是8、9个小时，加上外食比例高，蔬菜水果摄取不足，肠道蠕动自然就变得慢吞吞。黑芝麻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些纤维就像温和的刷子，能促进肠道有规律的蠕动。更重要的是，黑芝麻里那些丰富的天然油脂就像是肠道里的润滑剂，它能包裹住那些干硬的便便，让它们在通过肠道的时候更加轻松顺畅。很多老人家因为气血不足，大肠干枯，经常要很用力才能排便，甚至引发痔疮。每天早晨来一碗暖乎乎的黑芝麻糊，就能很好的改善这种因为阴枯血燥带来的便秘。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那就是黑芝麻一定要弄碎了再吃。如果你直接整粒吃下去，因为黑芝麻的外壳非常坚硬且耐酸，我们的胃酸根本拿它没办法，最后不仅吸收不到里面的营养，那些完好无损的黑芝麻还可能在肠道里摩擦，反而加重你的消化负担。第5个改变是你的免疫系统会得到默默的升级。黑芝麻里含有的锌、硒还有维他命 E， 都是免疫细胞最喜欢的营养素。锌可以帮助免疫细胞成长壮大，提高它们对抗外来病毒的战斗力。硒则是一个低调的抗氧化高手，它能帮我们的细胞抵挡自由基的攻击。在流感季节或者天气变化剧烈的时候，适量补充黑芝麻，能给你的身体多加一层看不见的防护罩。第6个改变是它可以帮助稳定血糖，非常适合需要控制糖分的人群。很多人一听到黑芝麻有这么多油脂，就觉得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应该避开？其实刚好相反，黑芝麻的升糖指数非常低，大约只有35左右，属于低升糖食物。这意味着它在被我们吃下去之后，转化为血糖的速度很慢，不会引起血糖像坐云霄飞车那样的剧烈波动。而且黑芝麻里的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帮助提高我们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只要在选择黑芝麻产品的时候，认准无添加糖的纯黑芝麻粉，它就是你控制血糖路上的好帮手。第7个改变是它能够给你的肝脏减轻负担。肝脏是我们身体里最大的解毒工厂，我们每天吃进去的加工食品、药物，或者是熬夜产生的代谢废物，都需要肝脏来加班清理。黑芝麻里的芝麻素能够有效激活肝脏里的解毒酶活性，帮助肝脏更快地把毒素代谢出去。同时它还能阻止脂肪在肝脏细胞里过度堆积，对于预防现在很普遍的脂肪肝问题有很好的日常保健效果。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黑芝麻简直是完美的养生圣品，恨不得现在就去买一大罐回家每天猛吃？请先等一下，在中医的观念里，任何好的药材和食材都有它的偏性，如果用错了方法，或者不适合你的体质，那养生就会变成伤生。在我们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有将近90%的人其实都在用错误的方法吃黑芝麻。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吃黑芝麻的3大禁忌，请你一定要记在心里。第1个禁忌是以下这3种体质的人：
千万不要随便吃黑芝麻。第一种是经常拉肚子或者有慢性肠胃炎的人，正如我们前面说的，黑芝麻有非常优秀的润肠通便效果，因为它的油脂和纤维含量很高。如果你本来就肠胃虚寒，容易拉肚子，这时候再吃黑芝麻，无异于火上浇油，会让你拉得更加严重。第二种是对芝麻过敏的人，芝麻其实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过敏源。如果吃完之后发现身上发痒、起红疹，甚至觉得呼吸有点不顺畅，一定要立刻停止食用，并寻求医生的协助。第三种是处于痛风急性发作期的人。黑芝麻虽然属于中等嘌呤含量的食物，但在痛风发作、关节红肿热痛最严重的那几天，还是应该尽量避免。等急性期过去，身体恢复稳定之后，再少量食用。第二个禁忌是千万不要过量食用。很多人有一种迷思，觉得既然是好东西，那当然是吃越多越好，甚至把黑芝麻当成零食，整天不停地嚼。你要知道，每100公克的黑芝麻热量其实高达559大卡左右，这个热量几乎等同于3碗白米饭。如果你每天毫无节制地吃，那些消耗不掉的热量就会在你的身体里悄悄变成脂肪，最后头发还没变黑，肚子先大了一圈。而且黑芝麻里的高蛋白和高油脂，吃多了会让你的脾胃消化不及，导致肚子胀气，甚至消化不良。油脂摄取过多，还会让头皮的皮脂腺分泌变得更加旺盛，反而堵塞毛囊，导致掉发更加严重。所以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黑芝麻的量最好控制在15到20公克之间，也就是大约1到2汤匙的量，这样就非常足够了。第三个禁忌是吃的时间点要选对。很多人会问，黑芝麻到底是要空腹吃还是饭后吃比较好？原则上，我们不建议空腹吃黑芝麻，特别是那些本来胃肠就比较虚弱、容易胃酸过多的人，因为黑芝麻的质地比较坚硬，油脂也多，空腹吃容易刺激胃黏膜，引起胃部不适。最理想的时间是在早餐或午餐之后吃，在早餐时段搭配其他食物一起吃，可以为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在午餐后吃，则有充足的时间让身体去消化代谢这些优质脂肪，避免把负担留到晚上，因为晚上的肠胃蠕动会变慢。如果睡前吃高热量的黑芝麻，很容易造成热量堆积，甚至影响睡眠品质。除了这3大禁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经常遇到关于黑芝麻的5个常见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生吃黑芝麻。有的人觉得蔬菜要生吃才能保留维他命，那黑芝麻是不是生吃也比较好？其实相反，生黑芝麻不仅外壳坚硬难以消化，而且里面含有的植酸和草酸含量比较高，这些物质会像一把锁一样，把钙、铁、锌等矿物质紧紧锁住，让我们的人体根本没办法吸收。把黑芝麻用小火炒熟，或者通过蒸煮的方式加热，可以破坏它的外壳，大大降低植酸的含量，这样里面的营养物质才能真正为我们所用。第二个误区是期待黑芝麻能让已经变白的头发重新变黑，这可以说是关于黑芝麻最大的一个美丽误会。我们要明白一个医学常识，头发之所以会变白，是因为毛囊底部的黑色素细胞已经彻底衰老甚至死亡，没办法再制造黑色素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能够让已经死去的黑色素细胞复活。所以，如果你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想靠吃黑芝麻来逆转，那是很不现实的。黑芝麻真正的作用在于预防和延缓，它能通过强大的抗氧化能力，保护那些还没死掉，只是有点疲倦的黑色素细胞，延缓它们的衰老速度，从而让你长白发的速度变慢，也让你原本还黑着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有光泽，发质更加强韧。第三个误区
是关于9蒸9晒黑芝麻丸。这几年黑芝麻丸在养生圈里非常流行，价格也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有人觉得这完全是智商税，也有人觉得非它不吃。其实9蒸9晒本身并不是骗人的把戏，它是一门非常讲究的传统中医炮制工艺。黑芝麻本身的油脂非常重，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直接吃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通过9次反复的蒸煮和阳光暴晒，黑芝麻里的油脂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慢慢分解，变得更加温和，也更容易被脾胃吸收，同时还能降低黑芝麻原本偏温燥的属性，让人吃了不容易上火。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便宜的黑芝麻丸根本没有耐心去完成这9蒸9晒的繁琐工序，很多只是蒸了1、2次就直接拌入大量的蜂蜜和糖，揉成丸子来卖。你吃进去的可能大半都是高热量的糖分和劣质油脂，这才是真正的智商税。如果你想买，一定要看清楚成分表，选择只有黑芝麻和天然蜂蜜，没有添加其他杂七杂八糖类的产品，而且价格太便宜的往往很难买到货真价实的9蒸9晒。第4个误区是担心黑芝麻会致癌。前阵子有些网络文章写得人心惶惶，说黑芝麻里含有可怕的黄曲毒素，吃多了会致癌。我们要知道，黄曲毒素确实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致癌物，它最喜欢在潮湿温暖的环境里，滋生在发霉的花生、坚果或谷物上。黑芝麻如果保存不好，受潮发霉了，确实也会产生黄曲毒素。但这并不是黑芝麻本身的错，而是保存方式出了问题。我们在买黑芝麻的时候，尽量选择包装完整、信誉良好的品牌，避免去买那些暴露在空气中、闻起来有油耗味或者霉味的散装芝麻。买回家后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或者直接用密封罐装好放在冰箱里保存。只要发现有一点点发霉或异味，就不要舍不得，立刻扔掉。第5个误区是觉得黑芝麻糊和纯黑芝麻粉是一样的。很多人为了图方便，直接去超商买一大袋黑芝麻糊，觉得每天泡1包就能养生。其实你只要翻到包装袋背面，仔细看一下它的成分表，就会发现其中的玄机。很多市售的黑芝麻糊排在第1位的往往是大米，第2位是白砂糖，第3位才是可怜的一点点黑芝麻。你以为你喝的是满满的黑芝麻，实际上你喝下去的大多是精致淀粉和糖水。长期这样喝，不仅没办法达到养生的效果，反而容易让血糖飙升，体重增加。如果是为了调理身体，我建议你选择100%的纯黑芝麻粉。它虽然没有那么甜，但是它保留了黑芝麻最完整的营养，没有任何添加物，对身体才不会造成多余的负担。那么黑芝麻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既安全又有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3种在家里就能轻松准备的正确吃法。第1种是自制的家常黑芝麻糊。你可以准备100公克的纯黑芝麻，还有50公克的糯米。先把黑芝麻和糯米清洗干净，然后沥干水分，把黑芝麻放进锅子里，千万不要放油，用极小的小火慢慢翻炒，直到你闻到阵阵芝麻香，而且用手一捏，芝麻皮就碎了。这时候就可以起锅，千万不要炒到焦黑，否则会产生苦味。接着把糯米也用小火炒熟，带有一点点微黄。把炒好的黑芝麻和糯米放进家里的破壁机里，打成非常细腻的粉末。想吃的时候舀2勺这个混合粉，加入适量的温热水，用小火慢慢煮，期间要不停搅拌，直到它变得浓稠。你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加入极少量的冰糖调味。这样自己做的黑芝麻糊不仅没有任何防腐剂和化学添加物，
而且黑芝麻的比例非常高，吃起来香气浓郁，对脾胃也特别温和。第二种吃法是非常适合当早餐的黑芝麻核桃豆浆。你可以准备20公克的黑芝麻，15公克的核桃，还有50公克的黄豆。黄豆可以提前在晚上先泡水6到8个小时，让它吸饱水分。隔天早上把洗干净的黑芝麻、核桃还有泡好的黄豆一起放进豆浆机里，加入适量的清水，启动豆浆模式。黑芝麻和核桃都是中医里非常推崇的健脑食材，它们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和优质油脂，搭配上黄豆提供的优质植物蛋白，能给你的大脑和身体提供充足的养分。如果你是需要高强度用脑的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正在读书的孩子，每天早上喝一杯，能让人一整天都神清气爽。虽然现在很多超商也有卖类似的黑五类豆浆，但自己做的总是最真材实料，也最让人安心。第三种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吃黑芝麻丸，也可以尝试自己在家里制作。准备500公克的黑芝麻，还有适量的天然野生蜂蜜。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尝试一下传统的蒸晒法，把黑芝麻放进蒸笼里，用大火蒸1个小时，然后拿出来放在大太阳底下暴晒，直到它完全干透。重复这个蒸和晒的过程，如果能做到9次当然最好，如果觉得太繁琐，蒸晒3到5次也能起到很好的去燥润皮作用。接着把蒸晒好的黑芝麻用破壁机打成细粉，把蜂蜜用小火稍微加热，倒入芝麻粉里，慢慢搅拌均匀，揉成一个光滑不粘手的大面团。最后把它分成每个大约10公克的小丸子，用双手搓圆，再用蜡纸或铝箔纸一个个包好。做好的黑芝麻丸可以放进冰箱冷藏，通常保存1到2个月都没有问题。每天早上起床后，或者下午觉得有点饿的时候，拿1颗出来慢慢嚼，不仅能满足口腹之欲，还是一种非常优雅的养生方式。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关于黑芝麻的学问，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养生从来不是一件一蹴可及的事情。为了让你对黑芝麻有更透彻的认识，我们不妨从更宏观的传统医学和现代生物化学的角度来一场更深度的探讨。在中医的传统哲学里，宇宙万物都离不开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这5种元素不仅构成了大自然，也对应着我们身体里的5个核心脏器，其中黑色对应的正是水，而水在我们的身体里就是肾脏。肾脏在中医里被称为先天之本，它藏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生命原动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肾精。一个人如果肾精充足，他的生命力就会像源源不断的泉水一样，滋养着全身上下的每一个角落。而肾脏的健康状况最直接的反射区就是我们的骨骼和头发。古人说肾之华在发，华就是光滑光彩的意思。头发的生长脱落、润泽与枯槁，其实全都是肾气在幕后操盘。所以当你看到自己开始出现白头发，或者头发变得脆弱易断，经常一抓就掉一大把的时候，这绝对不是简单的皮肤表层问题，而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警告，告诉你体内的肾气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除了肾脏，头发的荣枯还和另一个脏器息息相关，那就是肝脏。中医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名言，叫做发为血之余，意思是说头发是体内多余血液的产物，我们的肝脏是负责藏血的。如果你每天工作压力极大，心思繁杂，晚上还经常熬夜不睡觉，你的肝血就会被过度消耗。当肝血不足以滋养头部的时候，头发失去了血液的灌溉，自然就会像没有雨水滋润的草木一样，慢慢变得干枯变白，甚至提早脱落。而黑芝麻之所以被古人奉为补肾乌发的圣品，正是因为它性平味甘的独特偏性。它不温不燥，
能够缓缓地渗入我们的肝肾经，既能帮我们补充消耗掉的肝血，又能帮我们填补正在流失的肾精。这种双管齐下的调理方式是从根本上在帮我们的身体打地基。我们再来看看现代医学是如何解释这个过程的。在现代生物化学的显微镜下，头发的颜色主要取决于毛囊底部的黑色素细胞。这些细胞就像是一个个微型油漆厂，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黑色素，然后把这些色素输送到正在生长的发丝里。而要维持这个油漆厂的正常运转，有2样东西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那就是酪氨酸和酪氨酸酶。黑芝麻里含有非常丰富的酪氨酸，这正是合成黑色素的最基础原料。这就好比你要盖房子，黑芝麻直接给你送来了最优质的砖头，同时黑芝麻里还含有大量的铜和锌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是激活酪氨酸酶的钥匙。没有这些钥匙，即使有再多的砖头，工人也没办法开工建房。所以黑芝麻能够延缓白发，是有着非常严谨的科学逻辑在背后支撑的。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疑惑，既然黑芝麻这么好，那市面上其他黑色的食物，比如黑豆、黑米、黑木耳，是不是也有一模一样的功效呢？其实虽然它们都属于黑色的健康食品，但在中医的细分应用上，它们的侧重点是有很大不同的。我们常说的黑豆，它的主要功效更偏向于健脾利水。如果你平时容易水肿，特别是到了下午小腿就胀得厉害，或者小便不太顺畅，这时候选择黑豆来熬水或煮粥，效果会非常好。而黑米它在中医里被称为贡米或药米，它的性味更偏向于健脾暖胃、开胃益中。如果你因为长期饮食不规律，导致脾胃虚弱，经常食欲不振，或者吃一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那么黑米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温补选择。至于黑木耳，它的质地轻盈，主要功效更偏向于凉血、止血和活血化瘀。现代研究也发现它能帮助清理血管里的杂质，对于预防血栓有很好的帮助。而黑芝麻在这些黑色食物里，它最独特的优势在于一个润字，因为它含有极其丰富且品质优良的天然植物油脂。这种油脂在中医里被称为润燥。我们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阴液会慢慢减少，这就好比一台机器用久了，里面的润滑油慢慢干涸了，这时候你会觉得皮肤越来越干，眼睛经常酸涩，大便也变得像羊屎一样一粒粒的很难排出，头发更是干得像稻草一样。这时候黑豆、黑米或黑木耳的滋润度就远远不够了，必须依靠黑芝麻这种油脂丰富的食材来帮我们进行深度的滋润。它就像是一场春雨，能悄无声息地滋润我们干枯的肠道、皮肤和毛囊。既然黑芝麻有这么强大的滋润和保养功效，那么当我们每天坚持吃适量的黑芝麻，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身体在不同的阶段到底会发生哪些可以被感知到的变化呢？首先，在你坚持食用黑芝麻的前30天里，这个阶段属于身体的积蓄期，你最先能感受到的变化往往会发生在你的消化系统。由于黑芝麻里丰富的天然油脂和膳食纤维开始在肠道发挥作用，那些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人会发现自己的排便变得规律了。你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厕所里蹲到腿麻，排便的过程会变得非常顺畅，那种肚子胀气、沉重的感觉会慢慢消失。同时，你的皮肤干燥状况也会开始得到改善。特别是在秋冬季节，很多人小腿上的皮肤会像鱼鳞一样干燥起皮，甚至抓一下就会有白色的屑屑掉下来。在连续吃了1个月黑芝麻之后，你会发现皮肤变得有弹性了，摸起来不再那么粗糙。当时间来到第90天，
也就是你坚持了3个月的时候，这时候黑芝麻的营养成分已经开始深入到你的血液和细胞里。你首先会注意到自己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的提升，因为黑芝麻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他命 E 在默默地保护着你的心血管系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你会发现自己下午不容易感到疲倦了，头脑也变得更加清醒。更重要的是，你的发质会开始出现令人惊喜的变化，原本干枯、容易分叉，像稻草一样的头发会开始恢复一些自然的光泽。每次洗头或吹头发的时候，你会发现掉在地上的头发数量开始变少了。那些原本脆弱、轻轻一拉就断的发丝，现在摸起来变得更有韧性，更具弹性。而当你能够把吃黑芝麻这个好习惯坚持1整年的时候，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饮食补充，而是你整个身体体质的重构。在这365天里，黑芝麻里的钙质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你的骨骼中，帮你夯实身体的骨架。特别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你会觉得腰腿比以前更有力量了。以前爬个3楼就会觉得膝盖酸痛，现在走起来会感觉轻松不少。你体内的血管在丰富不饱和脂肪酸的滋养下，保持着良好的弹性和清洁度，血压和血脂也会维持在相对健康的水平。你的毛囊在经过1整年的深度滋养后，原本面临退化的毛囊重新找回了生机。新长出来的头发不仅强韧，而且会呈现出一种健康的乌黑亮丽。这种改变是由内而外，是任何昂贵的化妆品和洗发精都无法带给你的。不过，虽然我们描绘了这么多美好的愿景，但我必须再次像叮嘱晚辈一样提醒你，黑芝麻虽好，但它所带来的所有改变都有一个绝对不可动摇的前提，那就是你必须采用正确的吃法，并且避开那些商家的消费陷阱。现在很多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下班回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有心思自己下厨。于是大家都习惯在网络上或者去台北各大百货公司的超市里买那种现成的黑芝麻糊或黑芝麻丸。这些产品包装精美，宣传词写得极其诱人，什么古法9蒸9晒，什么无糖纯手工。但是作为消费者，我们一定要学会理智和清醒。你可以试着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下次你去超市买黑芝麻糊的时候，不要只看包装正面那些好看的图片，请把它翻过来，仔细盯着那个用非常小的字印着的配料表。在台湾的食品安全法规里，配料表的排序是有严格规定的，排在最前面的就是这个产品里含量最高的成分。你会发现很多畅销的黑芝麻糊，排在第1位的竟然是大米或者是燕麦，第2位是白砂糖，第3位或者是第4位才是黑芝麻。这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你以为你买的是黑芝麻养生神物，实际上你花大钱买回来的大半都是廉价的精致白米粉和白糖。你每天早上满心欢喜地泡一包喝下去，你身体接收到的是大量的精致碳水化合物和糖分。这不仅不能帮你乌发生发，反而会让你的血糖在短时间内快速飙升，刺激体内的胰岛素大量分泌，进而促进脂肪的堆积。对于那些本来就有些肥胖，或者是有糖尿病前期症状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无异于是在给身体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现在风靡一时的9蒸9晒黑芝麻丸。很多年轻人把黑芝麻丸当成零食，桌上摆一罐，工作累了就拿2颗出来吃。我们前面说过，真正的9蒸9晒工艺非常繁琐，需要极大的时间和人工成本。黑芝麻要经过反复的淘洗，大火蒸透，然后均匀地摊开在阳光下暴晒。这个过程要不折不扣地重复9次，
才能把黑芝麻里那些坚硬的细胞壁彻底打破，把油脂里的大分子转化为容易被脾胃吸收的小分子。但是市面上那些几十块台币就能买到一大罐的芝麻丸，怎么可能有成本去请人给你做9次蒸晒？很多黑心商家只是在工厂里用高温烘干机把生芝麻烤熟，然后加入大量的廉价麦芽糖和起酥油，把它们粘合在一起捏成丸子，就敢打着9蒸9晒的旗号卖高价。你每天吃这些劣质的芝麻丸，摄入的大多是那些对心血管非常不健康的坏油和高糖，结果头发没变黑，反而吃出了高血脂和脂肪肝。这难道不是交了智商税吗？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条件允许，也有一点点闲暇时间，我强烈建议你按照我们前面介绍的方法，自己动手来做。哪怕你觉得9蒸9晒太麻烦，最简单的，你去迪化街或者附近的传统市场，买一包新鲜炒熟的黑芝麻粒，把它放进家里的研磨机里打成纯黑芝麻粉。如果你担心一次打太多容易氧化变质，你可以一次只打1个星期的分量，装在干净的玻璃瓶里，放进冰箱冷藏室保存。每天早晨吃早餐的时候，在你的热无糖豆浆或者是无糖优格里加上2勺自己磨的纯黑芝麻粉。这种吃法既能保证你摄入的是100%无添加的纯净营养，又不用担心额外吃进一堆糖分和添加物。而且黑芝麻在经过研磨打粉之后，它那层坚硬的黑外壳已经被彻底打碎，里面的钙、铁、锌以及珍贵的芝麻素才能毫无阻碍地被你的胃肠道充分吸收。另外，我们在吃黑芝麻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进行一些非常精妙的食疗搭配。比如，如果你不仅头发干枯，还经常觉得眼睛酸涩，看东西模模糊糊，甚至到了晚上觉得视力变得更差，这在中医里属于肝肾阴虚，精血不能上溶于目。这时候你可以在吃黑芝麻的同时搭配一点点枸杞。枸杞性平味甘，具有非常好的滋补肝肾、明目润肺的功效。你可以把炒熟的黑芝麻和晒干的枸杞按照3:1的比例一起打成粉，每天用温水冲服1小杯。黑芝麻的润和枸杞的清能够起到非常完美的协同作用，不仅能帮你保养头发，还能让你的双眼重新恢复清亮。再比如，如果你是那种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冷，特别怕冷，而且脸色经常苍白没有血色的体质，这代表你不仅有阴虚，还伴随着气血不足。这时候你可以把黑芝麻和红枣搭配在一起。红枣是温补脾胃、养血安神的佳品。你可以把红枣去核之后，和黑芝麻一起熬成浓郁的黑芝麻红枣糊，或者把红枣切碎，和黑芝麻粉一起泡水喝。黑芝麻的补肾填髓，加上红枣的益气养血，能够帮你把体内的气血之火重新点燃，让你在冬天也能手脚暖乎乎的。当然，如果你是那种脾胃特别虚弱，稍微吃一点油腻的东西就容易肚子胀，或者舌苔经常厚厚腻腻，体内湿气很重的人，这时候你直接吃黑芝麻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消化。你可以尝试用黑芝麻搭配一点点白术或者薏仁。白术是健脾燥湿的圣药，它可以帮你的脾胃打通运化的通道，而薏仁则能帮助排出体内的多余湿气。把这些食材搭配在一起，可以做到补而不腻，让那些脾胃虚弱的人也能安心享受黑芝麻带来的滋养。在这个节奏快到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现代社会里，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讯息和诱惑。商家的广告会告诉你，吃了这个就能一夜回春，用了那个就能立刻解决所有烦恼。但是，作为一个在健康行业里看过了无数起起落落的老中医师，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生命和身体的运转有着它自己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我们的头发不是一天变白的，我们的血管也不是一天变硬的。既然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不良生活习惯中慢慢累积出来的，那么我们就必须给身体足够的时间，用温柔耐心的方式去帮它慢慢修复养生。其实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它不需要你花大钱去买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也不需要你每天提心吊胆地遵循各种严苛的规条。它只是需要你在每天清晨起床后，能够静下心来，为自己准备一碗真材实料的黑芝麻糊，在每天忙碌的工作之余，能够提醒自己多喝一杯水，少熬1个小时的夜，在面对镜子里那一根根新长出来的白发时，能够坦然地对自己说一句：没关系，这代表我需要好好照顾自己了。当你开始用这种温和接纳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身体时，你会发现改变在悄然发生。你的睡眠会变得更加踏实，你的脚步会变得更加轻盈，而那些曾经让你焦虑不已的白发和落发，也会在不知不觉中重新找回属于他们的健康与生机。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这些关于黑芝麻的医学常识和生活调理方法对你和你的家人有所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关怀，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些经常熬夜，或者是在为身体状况感到焦虑的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这种不夸大、不制造恐慌、只讲真话的健康内容，也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的养生影片发布时，你都能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写下你平时吃黑芝麻的习惯，或者是你对养生的一些真实想法。我会经常去留言区看看大家，回答你们的问题。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台北的冬天风有些大，早晚的温差也特别明显，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多穿一件保暖的衣服，保护好我们的颈椎和后脑勺，千万别着凉了。我们要一起用最舒服的姿态慢慢变老，健康地享受生活的每一天。我们下期影片再见。